镇魔司不收废物，想加入每人斩杀一头妖魔，提头来见。活着回来的就是镇魔司的人，死了就当给妖魔加餐。杀妖魔，我连妖魔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上个月进去32个，出来9个，9个，我听说出来7个。哥，你别去了，我没事的。听话，哥很快回来。淬体境3重，气血亏空，撑死500斤力气，没得选。发装备了，一人一把刀，一件甲，死人身上拔下来。一人对一妖，限时1炷香，你还活不活着看自己的命。要碰眼找死，弱点在腹部。我还活着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首次斩杀妖魔，即到斩妖系统激活，系统绑定成功，首杀达成触发暴击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九阳神体。九阳神体，先天神体之一，蕴含9道纯阳之力，对妖劫之物天生克制。九阳神体，这个系统下次还能爆出什么？多久？不到半炷香。你叫什么？楚宁，哪里人？北境来的。明天卯时到西院报道，安家银。镇魔司规矩简单，杀妖拿钱，活着花钱，死了拉倒。回去好好养伤。够除妖7天的药了。楚宁不在家呀，小姑娘，你哥欠刘三爷的钱连本带息16两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我哥说了他会还的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宽限？刘三爷规矩到期不还拿东西抵。你要是跟我们走一趟，16两就了了。城西醉香楼缺人手，以你这模样，不出3个月就能还清。你们不能这样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别碰我！救命啊，哥！你他妈谁？再碰他一根手指，我把你们的手一根一根卸下来。我身上的血气让他愣住了，他大概在想我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。我说松手！你他妈找死！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过不去？刘三爷在这条街。16两没有，5两，一笔勾销。5两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5两，一笔勾销。看着我腰间的令牌，他的表情变了。他应该知道，镇魔司的人，官府都不敢管。行，看在你是镇魔司的人，三爷那边我回去交代。不过小子，镇魔司的令牌管用多久，看你能活多久了。哥，你受伤了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哥，那些人还会来吗？看见没？你哥现在是镇魔司的人，没人敢动镇魔司的家属。你哥比妖还凶，放心。哥，你的手好烫。事办的怎么样？5两。16两的账你收回来5两。三爷，那小子是镇魔司的人，身上全是血，力气邪了门了。这个月的新人
应该是盯着他，去镇魔司外面打听他是什么位置。如果是底层杂鱼，就找个干净地方了结了，连他妹妹一起。如果他真能在镇魔司站住脚，那咱们就收拾东西，3天之内离开青石城。三爷，至于吗？能在镇魔司站住脚的人，杀过的妖比你吃过的饭多。你觉得他想弄死你的时候，会比弄死一条蛇多犹豫一下？去吧，3天我要消息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新人去校场集合，有人带你。你们已通过考核，正式变入丙等编制。新人前5天跟队行动，5天后可自行选择编组或独立接单。现在各队队长来领人。楚宁，我叫赵虎，甲字第7小队队长。以后5天你跟我。是。昨天那条蛇妖是你杀的？是。走吧，先带你认认人。哟，新来的。周石聚气境4重，斥候；孙铁牛聚气境6重，近战主力；方亮聚气境3重，远程支援。淬体境3重，队长，你确定没领错人？上头分的淬体境3重杀壁灵蛇妖，上面觉得他有点意思。任务分5等，物等最低，家等最高。物等赏银1到5两，功勋1到5点；丁等5至20两，功勋可在内部兑换银子、功法、丹药、兵器、情报。新人先把物等、丁等吃透。物等最低1两，除妖每月要进3两，至少得接3、4个物等才够。赏金什么手法？任务完成当天就能领，急着用钱。丁等073，剿匪这活轻松啊！城外40里伏虎岭，20余山贼盘踞，头目淬体境8重。近期劫掠商队，杀伤平众7人，赏金15两，功勋10点。镇魔司不止杀妖魔，匪患邪修妖魔都管。不过妖魔类赏金更高，新人跟队第1趟不接妖魔任务，连配合打法都不懂，进了妖魔窝只会添乱。刀都快成锯子了，回来找库房换一把。先凑合用吧。山贼不是妖魔，大概率不触发奖励，但15两赏金够主要吃5个月的药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伏虎岭那伙山贼最近有传闻说弄到了一批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具体不清楚。任务单上没写，但镇魔科的任务单从来不写全，所以别真当春游。周石，上去看看。九阳神体暖流从昨天到现在没停过，肋骨完全不疼了，气血比昨天涨了3成。23个人，山腰有个寨子，木栅栏围的，2个入口正门和后门。还有个事儿，他们搞到了一批军弩，多少？12具，制式的带铁臂，有效射程至少80步。军用弩，这帮山匪从哪儿弄来的？12具军弩摆开了射，确实麻烦，但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，那就不是问题。周石从左侧绕后门摸掉放哨的，方亮山腰找制高点压制弩手，我和铁牛正面进，楚宁跟在我后面。丁斩杀山贼1名，奖励32天修为。山贼也能报？奖励19天、27天、15天、41天。5个山贼加起来134天修为，不多。关键是确认罪恶之人也在奖励范围内。清点一下，看还有没有活的。后面4个，2个放倒，2个跑了，追出100来步砍了。12具一件没少，剑子剩300多支，得带回去交差。打包带走。5个，5个，赏金回去按人头算，你5个记着。15两赏金，5个能分3两多，加军坛地心差不多4两，够除掉1个月药钱。队长，后面有人跟着。多久了？出伏虎岭就跟上了，一直保持200步左右。1个人？1个，身手不怎么样，藏的也不行，脚步声太准。说，跟着我们干什么？好汉饶命，我就是路过的。镇魔司的人你也敢跟？
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队长，不用问了，我认识他，赵麻子、刘三爷的人怎么跟到这儿了？刘三爷，城南放印子钱的那个。是。妈的，放高利贷的跟到这儿来了，他吃了雄心豹子胆。盯镇摩斯的人够他吃一壶了。说说，刘三爷让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我就是奉命盯着楚宁，看看他在镇摩斯是个什么位置。三爷说，要是她是个底层小女，就怎么样？你跟刘三爷什么过节？上个月我妹病重，四处借钱没人肯借，有人指了条路，说城南有个人可以帮到我。当时不知道是高利贷，借了2两银子，等拿到手才知道月息8倍。昨天那帮人上门要16两，我拿镇摩司令牌压了一头，给了5两打发走的。2两变16两，这跟抢有什么区别？你妹妹什么病？寒毒入体，大夫说要长期用药，每月至少3两银子。18岁，北京逃过来的大周移民，带着病妹妹借高利贷，不是蠢是走投无路。大哥饶命！我就是跑腿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跑腿的也得有腿才能跑。走，跟我们回镇摩司。刘三爷这个人背后的水不浅，城南那片地界三教九流都给他面子，不光是因为他手下有人，有人说他跟郡城那边的人有挽郎。你妹妹的事儿尽快解决，这种人盯上你了，不会善罢甘休。在镇摩司站稳脚跟之前，少落人把柄。丁等073确认完成，赏银15两，功勋10点，按人头分配。功勋分到2点，离兑换什么都还远得很，但至少是个开始。今天到这儿，回去歇着，明天卯时继续。走，我得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我腿都酸了。你不是说闭着眼都能解决吗？那是鼓励新人。3两6钱够楚瑶吃1个月药了，明天接着干，再攒几次就能把窟窿慢慢补上。丁修为最体境3重，可用修为134天，断体诀升级中，3层、4层、4层、5层、5层、6层、6层、7层，修为消耗完毕。淬体境7重，一拳5000斤力量。昨天还是连蛇妖都要拼命才能杀得炮灰，今天已经可以一拳把碧鳞蛇妖脑袋锤碎了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，但好在方向有了，杀妖变强，赚钱，保住这个家。三爷，人给您带来了，您看我办事利索吧？您答应我的那2两银子，想活就赶紧滚！主人，这丫头身上有古怪，寒气重的邪门，您老见多识广，帮忙看看。一个将死的废物丫头，管她做甚？她来了，外头这帮人够他啃一阵了，等他杀上来，气力也该耗得差不多，届时便是您享用美食之时。让开，我数3声，还挡在这儿的，死！小子，知道爷们是什么人吗？西凉道上。丁斩杀罪人，奖励57天修为，奖励83天修为，61天，97天。系统，全部投入龙象焚玉镜。这不可能，他前天还是淬体境。楚宁，你妹妹在我手上，要是敢……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妹妹在。哥，没事了，哥来了，没事了。看来，从头到尾真正想要我命的人是你吧？你那蠢阳之气比我想象中还要浓。别怕，天生至阳体质，这种东西我自大荒以外便再没见过了。年轻人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自己走过来，把气血精元献出来，我吃饱了可以放了你妹妹，否则……你叫什么？叫死也得知道谁杀的你。我叫阎罗，夜魔族王族旁支，困在这破地方13年了，靠刘三爷找些凡人血食续命。不过你跟那些凡人不一样，你身上这股至阳精元够我直接突破神海境，甚至化龙境。够了。聚气境3重就有这种力量。如果我把你整个吞了，何止神海境，
说不定能直接回到化龙界。聚气境3重就能跟我打成这样，你到底是什么体质？鳞片最薄位置是喉咙，但以他的反应速度，精准打中咽喉几乎不可能。既然你不肯乖乖就范，那我先把你妹妹撕了，让你看着。神海境，不可能！这种穷乡僻壤怎么会有神海境的？有。丁，斩杀妖魔，夜魔族王族旁支阎罗，聚气境巅峰，奖励天阶上品身法，幽影步。你为什么杀他？因为他要吃我。我知道他要吃你，但你可知我追踪这头夜魔族妖魔已经3天了？王族旁支聚气境巅峰，活了200年，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夜魔族据点、妖域兵力部署、渗透人族城池的暗线，这些情报比杀一头妖值钱100倍。你一拳打碎了他的喉咙。前辈，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个镇魔司的新人，入职才几天，那东西要杀我妹妹，我脑子一热就……镇魔司新人，聚气境3重，一拳轰碎聚气境巅峰妖魔喉骨，你管这叫脑子一热？运气好，前辈不是砍了他2条腿吗？他动不了，我才打得中。不许伤害我哥哥！楚瑶又发作了。你那点纯阳之线压不住他体内的东西，再拖下去他会死。让开！你妹妹没有寒毒。什么意思？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体质，太阴之气，至阴至寒，与生俱带来。觉醒时需要大量灵气引导和特殊法门辅助，他的身体太弱，根本承受不了反噬，所以每一次发作都是体质在试图觉醒，身体在被撕裂。你是说这2年来他受的所有罪不是病？不是病，是他自己的力量在杀他。你用纯阳之格短期有效，但压得越狠，觉醒之力反弹就越猛。再这么下去，3个月之内他会彻底崩溃。你有办法？寒月宫真传的问题必须回寒月宫，宫中有极阴寒泉配太阴归元诀引导觉醒，外面找不到。他若要使用宫中资源，就必须拜入寒月宫门下。不行。我不信宗门，我带着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北边一路逃到这儿，没有任何宗门伸过一根手指头。现在告诉我，把我妹妹交给你们，凭什么？我师尊是寒轩宫公主，寒云宫自立派900年来从无弟子之事，我以真传弟子身份，以我的剑向你担保她的安全。如果他在寒云宫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会去寒云宫，不是拜山。好。你昨晚干什么了？气血比昨天厚了不止1成，突破了几重？7重。昨天还3重，今天就7重了。行，7重就7重。今天的任务可以给你加点料了。丁等任务089，城北30里荒谷发现鼠妖巢穴，预估200-300只，修为淬体1重上下，赏金20两，功勋12点。楚宁，你可愿意去？200-300只，每只就算只掉几天修为，加起来也有上千天。去。老规矩，周石峰外围别让跑出来的溜了，方亮守主洞口远程支援，我铁牛楚宁进洞清剿。丁，斩杀鼠妖1只，奖励3天修为。差不多了，200-300只基本清完了。自己砍了80多只，累计约350天。走，原路返回。别动。他从一开始就在等我们，前面那些散兵都是饵。他把我们放进来，等我们杀完了，为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再带着主力堵住退路。真远镜，我们中计了。铁牛，你跟我打开通道，我去缠住大的。楚宁，你自己杀出一条路，我现在没工夫管你了。
太慢了，不是速度慢，是刀法不够。开山刀法黄阶下品入门，打山贼够用，但面对几百只同时涌上来的鼠妖，就像拿扫帚扫蚂蚁。丁斩杀鼠妖，奖励4天修为，可用修为371天。开山刀法小成、大成、圆满。丁斩杀鼠妖，奖励修为8天、10天、7天、11天。他想跑。丁斩杀鼠妖，奖励修为1745天。温馨提示：此地深处隐藏未知奖励，概率获得高品阶宝物1件。任务完成的很好，大家原路返回。大家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就不跟队了。行，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。大家走吧。这里就是蜀朝的最深处吗？一间人工开凿的石室。看来早有人捷足先登，只有这株植物还活着，有些古怪。我心中大定，原来是伏龙拳的龙之气运压制了他的血脉。丁斩杀鱼改蛇种后裔，触发稀有奖励，奖励神兵双落刀，地阶上品。墓主烈云刀客，距今1200余年，中央一株名银霜玄穗草，生于极阴之地，洗金伐髓，重塑根基，楚瑶用得上。丁获得古墓传承，传承武技烈云九斩，天阶下品。全篇共9式，以刀意裂空为根基，修至圆满，一刀克烈云断月。天阶下品配地阶上品刀，这趟来值了。镇魔司的人，青石镇魔司丙等镇魔使，接任务清剿伏妖。灰鹤门外门弟子带队下山历练，我们追踪一条线索到了这座山，伏妖清完了，洞里没活物了。兄弟，我们进洞后，在最深处发现了一间石室，石室里有一条大蛇的尸体和被翻过的石台灵田，灵田里的东西被连根拔走了，石碑上的传承契机也散了。我们灰鹤门花了3个月追查这座古墓的线索，石室里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我们的，本来应该是你们的。我到的时候，里面有你们的名字吗？少装蒜！整座洞穴就你一个人，石室里的东西不是你拿的还能是谁？你一个丙等镇魔使吞一座古墓的传承，你觉得你扛得住吗？最后说一次，把你从墓里拿的东西全部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们灰鹤门不讲江湖规则了。你们灰鹤门平时就是这么跟人讲江湖规矩，堵路拔刀逼人交出东西。我进洞时你们不在，我杀蛇时你们不在，我拿东西时你们还是不在。现在我出来了，你告诉我东西是你们的？废话，一个丙等镇魔使也配？丁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231天。还有谁想跟我讲规矩？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我们是灰鹤门的弟子？那些东西是古墓里的，不是镇魔司公物。镇魔司镇的不只是妖魔，江湖门派范进一样镇。你们几个在官道上围堵朝廷镇魔使，强抢公物，按大无理，就地格杀。我用镇魔司任务时间进镇魔司指派区域，杀妖兽后勘探现场发现了遗迹，按章程古墓内所有收获归属任务执行人，这是镇魔司规矩。丁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209天。
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413天。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上修为378天。丁，斩杀罪恶之人，奖励修为351天。楚宁，入司多久了？半个月。你的事我都听说了。淬体三重入司半个月，杀到聚气三重，独自清了乌鸦岭伏妖巢穴，还顺手灭了灰鹤门7个外门弟子，胆子不小。灰鹤门的事我已经让人递了公文到府城存档。你是任务期间遭遇围攻，就地还击不算违规，但灰鹤门不会这么算。属下知道。大笔名额给你一个。拿着这个去宁安府镇魔司分部报道，大比下月15。提醒你一句，大比上来的基本都是各城精锐，最低镇元境，你才聚气3重，差了一整个大境界。落雁谷那章建议至少聚气5重以上阶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听说你要去大比，什么时候走？现在。这么急？我妹妹在寒玄宫，寒玄宫在宁安府附近。到了府城别太忙。这5天顺手解决了4波劫匪、2窝散妖和1伙兵痞，可用修为已经积攒到3600余天。灰色巨鹤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还是同一只，同一个飞行模式。不是巧合，灰鹤门的灵兽。他果然来了。空的，是定位用的。加速，去最后确认方位。对方发现了，全员跟上。回龙岁月。丁，斩杀聚气境巅峰妖蛛王，奖励修为512天。修为差近3000天，先到宁安府再说。你这贼小子跑得倒真快，让我等一路好找。镇魔司镇魔使楚宁正在执行任务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堵我的路？镇魔司的，那正好，一个镇魔使孤身深入妖巢，力竭而亡，被妖魔分食，尸骨无存，这种事在镇魔司应该不少见吧？灰鹤门、乌鸦岭7个外门弟子你杀的，他们7个堵路抢我的东西，那是他们没本事。但其中有一个是我师弟的独子，你一刀把他从腰上劈成2半，所以这是私仇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我有个问题，你们怎么追上来的？追踪香粉，无色无味，沾上之后半个月洗不掉。你在乌鸦岭动了那7个人的尸体粉就沾上了。楚宁，交出古墓里拿走的所有东西，我留你全尸。你们来晚了。丁，斩杀
5人合计奖励修为691天。你给我死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楚宁，丁，斩杀真元境5重修士崔平，奖励修为1021天。可用修为3412天，还差238天。明天便是镇魔寺大比了。我走了半个时辰，才到这云州镇魔寺。殿内30多人，真元境占了绝大多数。我先去报道。青石城楚宁，丙等镇魔亮，聚气境。对，37号大比明早卯时在北苑演武场，有任务回知要交。落雁加比等任务分布标准上浮2成，赏银54两，功勋30点，3张合计赏银73两，功勋39点。还有件事，落雁谷任务结束后，灰鹤门一名真元境长老带30余人在谷外伏击我，全部击杀。青石城报备文书应该已递过来了。收到了，听到了。这北苑演武场比广场大3倍，地面整块青岩刻满符文，灵光流转。真元境占了7成，剩下3成聚气，大多7、8成以上。我这聚气巅峰还在破稳。兄弟，你什么修为？聚气境。哎，跟我一样。看见那几个站最前面的没有？真元6重，去年大比第3名。我在意的是宝库里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。聚气境突破需要3650天修为，加一株地阶以上阳属性天采地宝。我叫周铁山，云州镇魔司分部执法堂副堂长。本次大比由我负责。你们是镇魔使，圈出了方圆80里干的事，里面有妖，淬体境有，聚气境有，真元境有，人海境也有不少。除了妖魔，里面还有347名重犯悍匪或逃收都是，给付最低，最妖最犯预配自动提录积分，淬体界1分，聚气界5分，真元界20分，神海界100，谁积分高谁排名靠前。我的天，这哪是大比，这是把人扔下修罗场自己杀。杀妖积分，系统也是杀妖积分，别人进去拼命，他进去刷怪。大比前时，可进云州分部挑选件宝物，现在领预配。37号，青石城，聚气境。兄弟进去之后要不要搭伙？我习惯一个人。也行，里面碰到了互相照应。丁，斩杀淬体7重妖兽，奖励修为89天。丁，斩杀淬体5重8重妖兽，奖励修为143天。够了，就差那株阳属性天采地宝。一个时辰87分。本次镇魔考核，按斩妖数量、妖兽品级、守地公局排序。本次考核第1名，楚宁。核查你历次除妖功绩，数次以一己之力抵挡妖潮，攻击卓著，破格晋升，自3等镇魔使升为甲等镇魔使。云州妖患泛滥，高阶妖兽频繁作乱，本地分司无力压制，现下发调令，将你调到云州镇魔司任职。属下明白。丁，检测宿主完成考核登顶第1，解锁高阶地狱情报。赤焰山脉地底深处蕴藏天地灵火本源，此火可淬炼法器，洗炼肉身，炼化后能大幅提升镇魔战力。终于找到了。就是你杀了吴儿，
屠了我的部落子民。人类，你身上的气血很好闻。当初聚气九重就能斩杀2头被削弱半步神海，如今真元9重巅峰，一身武技登峰造极。弱肉强食是这片山脉法则。伶牙俐齿，给我死！什么？一拳！丁，斩杀神海一重熔岩妖魔，获得天赋百毒不阴。丁，斩杀神海一重赤焰妖魔，获得天赋火灵亲和。天地灵火就在那里。九阳神体和火灵亲和天赋，正好能克制这里的环境。好狂暴的能量！打开面板可用修为3级天，真元境极境突破所需，期300天修为天地灵火突破。丁，真元境极境突破成功，真元化金，九阳神体觉醒隐藏特性，天地灵火经9阴之力炼化提纯蜕变为九阳神火。赚了。阁下是？本座名紫嫣，你吞了本座300年心血，按蛇人族规矩，本座可以直接拧断你的脖子。但本座心善，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死；第二，替本座做一件事，做完了天地灵火的账一笔勾销。什么事？本座要突破通天境，需要血脉返祖，需要一团纯粹天地灵火煅烧血脉杂质。你吞了本座的火，就要负责用你体内的火帮本座完成血脉返祖。另外，本座给你种下血脉共生印，本座死你死，本座伤你痛。跟本座走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行。愣着做什么？进来。这是蛇渊城，本座的领地。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本座如今涅槃境巅峰，要突破通天境，需血脉返祖。蛇人族王室血脉源自远古神兽，但传承至今已然稀薄。而那团火，本座等了300年。所以你要我用九阳圣火帮你煅烧血脉？不笨。生灵秘术，修炼后可精准操控灵火，威力从毁灭级调抗至丝线级。本座给你7天时间修至入门，出门左转第3间石室，7天后本座来找你。小子，别想着跑，蛇渊城方圆100里全在本座的感知范围内。丁，生灵秘术圣阶下品入门，可用修为0天。入门了。女王陛下，您怎能将血脉共生印种在一个人族身上？那是我蛇人族王室女子一生仅有1次的圣印，是留给未来王夫的。女王陛下，我们与玄蟒部落联姻已谈3年，2族联姻可保蛇渊城500年安宁。联姻？谁允许你们去谈的？这是为了蛇渊城未来。女王陛下，您常年闭关，族中事务总得有人操持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背着本座把本座当成货物送给玄蟒部落那条老蟒的儿子？本座修炼300年，从化龙到涅槃靠的是自己，蛇约城安宁靠的也是本座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替本座做主了？联姻之事到此为止，谁再提一个字，本座不介意让蛇渊城换一批长老。女王陛下，那个人族说有事求见您。让他进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才过多久就跑来晃？生灵秘术我修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圣阶秘术2个时辰入门，你拿本座寻开心？
收了，2个时辰，圣阶秘术2个时辰，本座即刻闭关，任何事等本座出关再议。开始吧。别分心，那群老东西3天之内别想碰这间屋子一块砖。血脉反毒只需要2天。收回杂念，集中注意力。2天没合眼，没喝一口水，丹田真元几乎抽干，全靠九阳神气自行恢复，勉强维持。别急，最后2条主脉最复杂。雷姐，他血脉反足成功了。我去给女王护法。去了也是死，他不会放过我们，那就别让他有机会。不如动手。一击就够，经脉刚重塑，根基未稳，一道化龙镜全力输出打进去，和天雷叠加，他撑不住。谁再往前一步，我把他的头拧下来。你要拧谁的脑袋？一个真元境的人族挡得住化龙镜？他再强也就一个人，拖住他，我去解决紫嫣。丁，斩杀化龙境妖魔，触发奖励，获得天赋遁地，潜入地表以下自由迁行，前行时气息完全隐匿。蛇源城的子民，女王紫嫣勾结人族外敌，残害族中长老，此乃叛族之罪。他渡劫失败了。我在等血脉共生印，他死他死，一息无息，心跳正常，呼吸正常，他没死。一颗蛋，涅槃境退血凡胎，不是渡劫失败，是涅槃重生。封锁所有出口，掘地3尺，把那个人族给我找出来。可用修为612天。远古龙族，他活着我就活着，这玩意儿不除掉，始终是颗雷。不过眼下顾不上，他在系统空间时间静止，出不了事。臭小子胆子不小啊！明知道我们在追杀你，不但不跑，还敢在这里突破，怎么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，特意放个信号把我引过来？化龙境巅峰，放在半天前，这个修为足以让他掉头就跑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神海境6重，1天不到，真元到神海跳了6重。若你不是敌人，或许再给你10年，你能成为人族中数得上号的强者。可惜，
你和紫妍搅在一起，身上还带血脉共生印。今天放你走，日后你长成气条，第一个要杀的是蛇元城，所以你必须死在这里。你这老杂毛，就这么自信吗？有点意思，但也就这点意思吧。你以为老夫会跟你贴身肉搏？你那一身蛮力确实强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近不了身，你那2条胳膊就是摆设。认命吧，今日老夫便让你葬身此处。什么？老狗，这就忘了你楚爷爷的手段了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近不了身，2胳膊是摆设。奖励：临阶下品符宝万剑归宗，注入真元激活后可化万千剑气，威力可斩涅槃巅峰。临阶下品可斩涅槃巅峰，这东西得给楚瑶贴身带着。小兄弟，从赤弦山脉出来的。你们是谁？在下赵恒，大武皇朝御用炼丹师。近日听闻赤弦山脉深处有天地灵火异动，特来查探。走了7天，什么都没碰到，倒是见你浑身妖血从山里头出来。不知小兄弟可否告知我等，里面出了什么事？在下云州镇魔司家等镇魔使，来赤弦山脉执行清剿任务。里面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深处好像有几个妖魔部落起了内讧，打得挺凶。我就在外围杀了些散妖，没敢往里头钻。镇魔司的人，多谢。楚公子，沈师姐不在山上，楚瑶师妹应该在后山。谢了。瑶瑶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去什么赤岩山脉吗？危不危险？有没有受伤？吃饭了没？不危险，没受伤，吃了。你怎么样？吃的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师傅对我特别好，沈师姐也是，就是功课有点多，每天要抄3篇经文，手都写酸了。对了哥，你这次来能待几天？过一会儿就走。假期超了，得回去。我知道。瑶瑶，过来，哥给你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万剑归宗，灌真元就能用，能化万千剑气，能斩涅槃境修士。这是哥给你的生日礼物。我生日还有20多天呢。提前送，反正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在哪儿，先给你，省得忘了。你是不是去赤岩山脉就是为了给我弄这个？收好了，谢谢哥。早点睡，明天还有功课。答应我，别光啃馒头。知道了。山下来了人，带了36箱贺礼，说是恭贺韩元公出了天骄，想上山一见。什么人？大武皇朝3皇子，萧承衍。此人在宁安府住了半月有余，名义上是代天子巡视云州，实则是奔着你妹妹来的。他在皇都有座百花院，
养着10几名先天体质的女修，有的是自愿的，有的不是。3天前，天地异象时，他就在宁安府城内。以他的消息渠道，不可能不知道那是体质觉醒的天象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已经上山了，师尊在待客厅见他。他是皇子，寒玄宫不能拒之门外，但师尊不会让他见到楚瑶。带我去。公主，小王听闻贵宫新收了一位天资卓越的弟子，觉醒之时天象变动百里可见，实在令人心生向往，不知可否引荐一二？殿下有心，只是那孩子刚完成觉醒，根基未稳，正在闭关调养，不宜见客。那倒是小王唐突了，不知何时方便，小王改日再来拜访。觉醒之后，至少需静养3月。3月之后，若殿下仍有兴致，寒神宫自当扫榻相迎。那便3月之后。3皇子萧承衍，嫡出皇子排行第3，外母是云州总兵柳怀远。此人在宁安府经营多年，势力不小，但你不必担心。楚瑶是我的弟子，寒仙宫800年基业，不是一个皇子想动就能动的。他若不死心呢？那便让他碰壁到死心为止。多谢公主。不必谢我，他是我的弟子，我护他是应当的。3枚中品灵石和1瓶回元丹，路上用。谢了。这位兄台赶路辛苦，不如坐下喝杯茶，有事说事。楚兄快人快语。楚宁，镇魔司甲等镇魔使大比第1，半月前还是聚气3重，如今已真元巅峰。青石城入司毒青乌鸦岭伏妖巢穴，苍莽山脉斩杀2头半步神海妖魔。还有一个妹妹叫楚瑶，刚拜入寒仙宫，觉醒了一种了不起的体质。所以，以你如今的身份背景，在镇魔司能走到哪一步？丙等、乙等、甲等，然后呢？云州分部司场，那是化龙巅峰的天花板。再往上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你这辈子也就到头了。但如果你愿意把令妹送到本王身边，一切都不一样。你若点头，本王可直接保举你为云州分部副司场，3年之内扶正。修炼资源、功法、丹药、人脉，你想要什么，本王都给得起。不换，我妹妹不是货物，不拿来交易。你的矿脉、你的官位、你的资源，我自己挣。哼，有意思。吴伯，住手！楚兄，本王给你时间3个月，好好想想，想清楚了，随时可以来找本王。宁安府城东总兵府，本王常驻。走了7、8里路，前方老柳树下站着一个人，佝偻的身形，深棕色的袍子，双手拢袖。福伯，楚公子，老奴有句话想劝公子一句：公子的路走得太快了，你若不死，殿下难以心安。我妹妹的生日礼物都送完了，心情正好。可你这老东西好死不死，竟敢破坏你楚爷爷的心情！死！丁，击杀化龙境中期修士福伯，奖励修为3217天。楚宁，周副堂主召集所有甲等镇魔使，即刻前往北苑议事堂。3天前，靖南王萧瑞兰兵败被擒，他本人是涅槃境巅峰，虽然修为被封，但他麾下叛军中混了不少妖道邪修，涉及妖魔勾结，镇魔司有管辖权。靖南王目前在押，从南境往云州移送，3天后抵达宁安府，由我们接手押送至京城镇魔司总部。押送路线：护卫编制应急预案，明天统一下发。
今天回去做好准备，后天开始待命，不得擅自离开宁安府。有问题吗？散了。这具化龙境巅峰的蛇人材料，以180万两加3枚上品灵石成交。我用150万两买下了这2卷神识类功法，万象神念功和灭神一念。暮色压下来，灵石灯笼全亮了。沿着街道往回走，神识类功法和武技都到手了。我现在的短板就是神识，如果下次遇到的是涅槃境呢？宅屋里什么都没变，床铺整齐，桌上落了薄灰。后天就要待命押送靖南王去京城，4000多天修为得花在刀刃上，可用修为4635天。我先将意识锁定万象神焰功，灌注修为，1200天修为下去，第1层圆满，识海扩张3成，覆盖范围到65丈。1100天第2层圆满，翻倍到130丈，最后1层将剩余1300天全部灌入，入门小成大圆满，神识暴涨2倍，覆盖300丈。我睁开眼，整个安和居，整条小巷，半条街外万宝街，所有生灵气息如同白昼般清晰。我甚至能看见300丈外一名真元境修士正在客栈中打坐，对方经脉内灵力运转一览无余，可用修为1035天。灭神一念，宿主当前神识强度已满足修炼条件。我将全部1035天修为灌入灭神一念，灵阶功法消耗修为远超预估，进度条最终停在小成。丁，灭神一念，灵阶下品小成。识海深处多了一团凝实的金色光点，那是灭神一念凝聚而成的神识攻击核心。只要我愿意一个念头打出去，同阶修士识海会被瞬间碾碎。清晨的凉风管入领口，很清爽。楚宁在吗？分部传令，即刻前往北院集合。靖南王的囚车今早卯时已入城，比预计提前了半天。周副堂主命所有参与押送人员北院点卯，不得迟到。我一到北院就看到这阵仗，周副堂主亲自押送，看来事情不小。那就是靖南王萧瑞林了，涅槃境巅峰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哟，新面孔，年纪轻轻修为倒是不低。小兄弟，你这把刀不错，地阶上品养得极好。你身上的气血浑厚，功法品级不低，以你的年纪和修为，放在我麾下至少是一营统领。跟着镇魔司一辈子给朝廷卖命，不如跟我。我萧瑞郎这辈子从不亏待自家兄弟。没兴趣。萧瑞郎，你现在是朝廷钦犯，还想招揽镇魔司的人？都听好了，从现在起到京城，任何人不得与囚犯交谈，他说什么全当耳旁风。靖南王最擅长的不是修为，是嘴，他能让忠臣变叛将。还有一件事，靖南王虽被擒，但他麾下嫡系并未尽数落网，至少有3支残部逃散在外，为首者都是化龙境以上悍将。这些人对靖南王死忠，从宁安府到京城1400里官道，沿途山脉密林无数，处处皆可伏击。3支残部，副将韩啸化龙巅峰，麾下精锐800，军师陈都雅涅槃初期精通阵法，亲卫营统领赵破军涅槃中期，路上轮班值守，不得松懈。遇袭时以保护囚车为第一要位，囚犯死了，在座的脑袋一个都保不住。明白。过来。车队走了1天多，这萧瑞民的嘴就没停过，像苍蝇似的，吵死了。来，最后面那个年轻人就是你，你身上的杀气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重。跟着朝廷，你这种人迟早被当刀使完就扔，不如……安静了。刚才扯他衣领时，手掌按在他胸口，
触感不太对。这人胸肌怎么跟面团似的软塌塌的？我没回头，但能感觉到背后那道要杀人的目光，挺膈应人的。神识有异动，3路人马在合围，目标是囚车。有埋伏！西北12人，东南8人，正北6人，队长华龙镜3个正在合围。全员警戒！王爷，末将韩啸来迟了。混账，竟敢这样对待王爷！韩啸，现在回头不要误了前途。当年南境平叛第1战，你率300骑兵夜袭敌营700，仓河渡口一役，你一人断后挡了追兵2个时辰，这些功劳够你封侯了，别犯傻。封侯？我韩啸的命是王爷给的，没有王爷，我早死在仓河渡口了。至于你说的朝廷，如今这皇朝值得老子效命？倒是你们，不如与我一般效力王爷，将这朝廷搅个天翻地覆，日月换天。既然不知悔改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给我死！丁斩杀化龙镜巅峰修士，奖励修为4317天。周围全是镇魔司的眼线，原地突破引发的灵气潮汐无法掩盖。你的人死了26个，你倒是稳得住。你觉得本王该如何？痛哭流涕还是破口大骂？韩啸跟了本王19年，他知道今天回不去，但他还是来了。本王若为他流一滴眼泪，是对他的侮辱。况且他只是第1个。太吵了。末将赵破军救驾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诸位忠心，本王记下了。起来吧。王爷气色看着比之前好些。世子呢？世子已被末将安排人护送至雍城，那里有我们经营多年的暗桩，绝对安全。雍城，做得不错，破军啊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老娘装了整整7天，7天没洗澡，7天穿男人衣裳，还被一个臭小子往嘴里塞了2次袜子。怎么会？王爷一直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，怎么会被人调包了？调包？不，这叫请君入院。真正的靖南王3天前就到京城了。你们追的、救的、跪的，从头到尾就是个饵。最妙的是，世子在雍城，这话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撤！青龙，差不多了。他身上没有威压，没有灵力波动，但我的身体却在疯狂地发出本能警告。
底是什么时候被你们调换了？从一开始，你们的王爷在被围困投降那天晚上就被我换走了。我进去给他送饭，出来的时候饭没了，人也换了。千变万化，这是我的天赋。不光外貌，连气息、灵力波动、说话语气、习惯都能完美复制。你没看出来，很正常。来吧。走。37号，楚宁是吧？你留一下。朱雀大人有令，你留下配合。别紧张，我不是为了路上那点破事儿要报复你。本座要是想报复你，路上有的是机会，还用等到现在？把你留下来是真有事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京城镇魔司天牢里关着一个人，身上有一道极重的寒气，我们试了不少法子都去不掉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体内那股纯阳真气至阳至纯，不白干。帮完之后，京城总部宝库，你进去随便挑一件东西。什么时候出发？这就对了嘛，走了，青龙等等我。人就在里面。你说的寒气集市，试了不少法子都去不掉，关的是什么人？当今陛下的爱妃德妃娘娘，3个月前密探发出了她的真实身份——太平圣教圣女。凛冽寒意涌出来，气得我周身纯阳真气猛烈跳动。这不是普通兵，用动态即时捕捉到碎冰内部残存极淡的灵力纹路，是人体经脉被瞬间冻结后碎裂留下的痕迹。这些暗红痕迹是人被极寒之力反噬时，气血逆冲七巧喷出的血雾溅在墙上留下的。又来了一个送死的，朱雀，你们镇魔司是人手过誉了。娘娘这话说的，我们可是好心。上个月你们送来的那位好心人，一个化龙境巅峰的老大夫，进来不到半炷香，便被我体内的寒气冻成了冰雕。怕了。你体内那只蛊虫藏在哪条经脉里？心脉。娘娘得罪了。龙象焚玉经运转，一缕九阳生火从我掌心升起。这是太阳灵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楚宁。斩杀玄阴噬魂骨，奖励修为1万天。玄阴噬魂骨圣洁邪物，以宿主气血为可无限成长，此国捏桥断境初期，涅槃初期，难怪11个人折在这东西手上。成了，真成了！楚宁，你是我朱雀这辈子捡到的最大的宝。寒气全清了，经脉里干干净净。德妃娘娘蛊已除，命已保，那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说了？你想知道什么？太平圣将派你入宫到底要什么？龙，关押在天牢第9层的那头真龙。你说什么？太平圣教花了30年布局，安排我进宫接近陛下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：拿到第9层的钥匙，然后进入其中，得到那头真龙。真龙，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传说。
那不是传说。楚宁，接下来的事涉及皇室机密，你……我懂。宝库的事我记着，最多3天。打开系统面板，将所有修为全部灌入龙象焚玉晶，26、25、27，7层。30年修为，一株听都没听过的草，该去哪儿找？随便一部武技都是地阶中品起步，天阶武技的竹简更是码了半面墙。第3层的东西很少，但每一件都有独立的阵法罩子保护着，显然都是真品。剑身通体银白，剑格处嵌一颗淡蓝色灵石，握柄缠白色丝佩，纤细修长。双月剑，天阶下品，寒属性，契合阴属性体质者，可随修为成长。一把剑，寒属性的。楚宁，你一个纯阳体质的大男人，挑了一把寒属性女士细剑，这是给哪家小姑娘挑的？心上人？别乱说，给我妹妹的。你妹妹有你这么个哥哥，真幸福。那是自然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想要神异草，九公主萧凝霜前几天刚在城东贴了一张公告，她最近在替朝廷炼一批赈灾用的续命丹，方子里有一部需要天地灵火辅助完成，她自己没有灵火，找了好几个炼丹师也搞不定。公告上写的清楚，谁能提供天地灵火协助炼丹，事成之后可从他司库中任选一件宝物作为酬谢。据我所知，九公主的司库里恰好有一株神异草。天地灵火，我有。哪家出来的炼丹师？几品？5品。不是炼丹师来这儿干什么？看热闹。小兄弟，九公主要的是天地灵火辅助炼丹，不是谁都能来碰运气的。你一个连丹炉都没摸过的门外汉，杵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，趁九公主还没出来，赶紧走。公告上写了只收炼丹师，谁能提供天地灵火协助炼丹，事成之后可从司库中任选宝物。没写要极品炼丹师，没写要炼丹经验，只写了4个字：天地灵火。你一个连丹师都不是的人，哪来的天地灵火？你知不知道天地灵火是什么东西？在下有此火，诸位觉得在下可有这个资格了？你先把火收了。天地灵火，而且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天地灵火，纯阳属性，品级极高。你是什么人？镇魔司甲等镇魔使楚宁。镇魔使不是炼丹师？不是。那你来这儿做什么？听闻公主殿下这儿有我需要的神玉草，公告上说提供天地灵火协助炼丹，事成之后可从司库中任选宝物，便来试试。你不是炼丹师，如何辅助炼丹？我需要的不是把火往丹炉里一丢。续命丹有一部，需要天地灵火精准控温。控火精度的问题我能解决，我修过一门术法，专门控制火焰。今日之事，多谢诸位，公告暂且撤下，辛苦各位了。跟我来。你这张脸好生面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半个月前赤岩山脉，您带6人众山，我从外围出，
赵恒，是你，那个镇魔使，你运气倒好，我那趟算是白跑了。到了核心区才知道那团天地灵火被蛇人族女王抢了先，连火星都没给我留。没想到你小子也有天地灵火，什么机缘得的？机缘巧合。续命丹，这丹不是给修士用的。南境旱灾3周，颗粒无收，灾民几十万。这丹药给灾民吃，服下百病不侵，能扛饿、保体力，熬过最难的几个月。方子不难，难在其中几株灵药必须用天地灵火炼化，只有灵火能彻底剥离毒性，保住药效。火力时长、入炉顺序、控温节点都记牢了。该你了。等一下，上品、极品。你居然会提存之法！报酬，你倒是干脆。我自己炼的回元丹，纯度高2成，你连控4天火，路上用得着。谢了。神医草到手，突破神海境极境还差30年修为。回宁安府路上清几窝妖魔，足够凑齐。是他，苏师兄，就是他。这狗东西在京城。一个镇魔司的走狗也敢伤我天阳宗的人，来了京城还敢在我等面前晃，这面子我替你们找回来。无冤无仇，在寒静宫打伤我师弟，整个云州都在看我天阳宗笑话。你师弟先动手，那又如何？天阳宗的脸面不是你一个镇魔使能踩的。你疯了！当街重伤我大师兄，导致我天阳宗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位兄台身穿镇魔司禁服，腰挎甲等令牌，是朝廷的人。镇魔司职责是斩妖除魔，护佑百姓，不是在闹市中对一个年轻人痛下杀手。宋公子已经倒地，你却还不罢手，这般行径与街头恶霸何异？无冤无仇，你在寒静宫打伤我师弟，整个云州都在看我天阳宗笑话。你师弟先动的手，那又如何？天阳宗的脸面不是你一个镇魔使能踩的。你疯了！当街重伤我大师兄，导致我天阳宗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位兄台身穿镇魔司禁服，腰挎甲等令牌，是朝廷的人。镇魔司职责是斩妖除魔，护佑百姓，不是在闹市中对一个年轻人痛下杀手。宋公子已经倒地，你却还不罢手，这般行径与街头恶霸何异？三哥这番话倒是说得一针田颠。
我方才就在院中从头看到了我，是这位天阳宗的宋公子从背后拔剑偷袭在先，楚宁转身还击，是正当防卫。三哥，你的马车就在队伍后面，离得比我还近。宋长风从背后拔剑那一下，你不可能没看见吧？九公主说是那个拿剑的先动手，九公主不会骗人的。那刚才那个白衣公子岂不是在颠倒黑白？九妹说的是三哥疏忽了。方才我一直在车中闭目养神，听到动静出来，只看到宋公子倒地，是我冒失了。这位兄台，是我误会你了，还望海涵。事情弄清楚了就好。楚宁是我请来帮忙炼丹的客人，他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自然。多谢公主殿下。路上小心。That's fucking sad. 安排天阳宗的人住西化院，伤的那个找大夫看看，别死了。这个时辰进宫，去永克宫。妍儿，起来说话。母妃，儿臣有事相求。母妃，儿臣在南境见到了一个女子，那女子身怀太阴圣体，已被寒暄沟公主收为亲传弟子。你总算有点眼光了，那些尸位弹灿的女人早该扔了。圣体，这样的女子若是生下孩子，孩儿有个麻烦，那个女子有个哥哥真元境出身，短短数月就到了神海境6处。福伯呢？死了，被他杀的。这样的人必须死。你派人去解决他？派了，但他杀了我身边最强的化龙境，如今在京城，他的实力恐怕又精进了，化龙境不够。你想让我给你派个涅槃境？与其等他成气候，不如现在就动手。涅槃境中期，就当清理一只老鼠。我会让你外公那边的人出手。多谢母妃，我已经联系了宗门，长老们听到消息已经出动，全速之下最多明日就到。是李长老，那位半只脚踏入涅槃境的内门长老。楚宁，天阳宗长老来了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几时？但这仇我要亲自报。此行这么急，保护东西都拿了，那个蛊也清了，你算帮了总部一个大忙，多留一天不行。不了，不想给你添麻烦。京城到宁安府沿线妖魔分布图，镇魔司内部用。多谢。走吧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这小子惹的事儿不小啊，罢了，我那张图够他用的了。出来了，下一步，沿路清剿妖魔，攒够30年修为。怎么感应不到了？不可能，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走。往哪儿跑了？找不到了。在这里，先到干河河床再出来。朱雀那图最近的巢穴在西北方向7里外。散了，但还不能上去，再往前一段。黑松岭40头黑毛妖狼，淬体到聚气，最近的先拿这个开刀。第一处。
第2处，第3处，第4处，第5处，第6处，第7处，最后一处。神异草在手，修为也够了，是时候突破了。涅槃境不对，是神海境极境突破，能引动天地异象的极境。此人根骨了不得。上亿斤距离，从青石城那个聚气境都不是的废物，到化龙4种，还不到2个月。化龙4种，刚才那天地异象是这小子搞出来的。不对，深海境极境突破怎么变成了化龙4种？这小子身上必有至宝秘法，若能得到。小友，老夫路过此地，见天象变动，特来一观。不曾想，竟是一位少年英杰在此突破，缘分呐！涅槃境来路不明，装什么偶遇？眼底全是贪婪。老夫观小友根骨奇佳，气血纯阳，实乃百年难遇奇才。不知师从何门，可愿拜入老夫门下？老夫不才，在这云州地界也算颇有名望，定能助你前程似锦。哼，不用，小友莫急着拒绝。老夫修行数百年，于功法一道颇有深得，方才远远感知小友所修功法气象非凡。若能与老夫切磋一二，我说不用。老东西，你安的什么心自己清楚，别在我面前装。年轻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把你修炼的功法交出来，老夫不想为难晚辈，但你若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手段粗暴。涅槃境威压，就这？大圣饶命！化龙4重，硬扛涅槃威压，这不可能！心中翻江倒海，满是惊惧。神识攻击，这神识强度根本不是化龙境该有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龙象焚玉经全力运转，上亿斤肉身力量，给我破！这股气血不是人，这是一头披着人皮的太古凶兽！老狗，且让你多活几日，你的气息你楚爷爷记住了，下次再见，必取你狗命！老祖，长老，您这是？老祖，您这是？老夫一时大意，看走眼了。老夫路遇一位少年，见他根骨奇佳，气血纯阳，实乃罕见的天才苗子。老夫爱才心切，想收他为徒，谁知那少年性情暴烈，一言不合便动了手。那少年实力极强，竟受了一些伤。绝不能让贵妃和程昱不知道我是去抢功法的，就说我是爱才收徒被拒，面子上也过得去。那个叫楚宁的小子成长速度太快，绝不能让他再多活1天。
我这就命人将我司库中所有疗伤圣药、灵石宝材全部取来，供老祖恢复。小杂种，跑的倒是挺快，可惜你遇到了本座。地下新场是师姐的哥哥，听说经常是吗？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事情办完了，现在没事就来看你了。你突破淬体极境了？前几天练功的时候，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，然后就这样了。师傅说我运气好，打破了淬体境极限，还奖励了我好多好吃的呢。这丫头不需要系统，不需要天才地宝，仅仅按部就班修炼，就能轻松打破无数修士终其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壁障。天赋这东西，真是羡慕不来。好漂亮！天阶下品双月剑，自带3重寒意护体，与你的体质契合。哥，你这次去京城是不是又遇到危险了？没有。哦，哥，你这次要待多久？明天就走。才回来就要走了？好好修炼，以后想去哪儿，哥都带你去。嗯。天阳宗赤焰真人宋长风是我的弟子，你便是伤我弟子的那个镇魔使楚宁。前辈想必还不了解，当日宋长风背后偷袭，我出手自卫，已经留了分寸。他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我天阳宗弟子行事何来光明磊落？倒是你，一个区区镇魔司走狗，仗着有几分板力，便敢在京城当街行凶，重伤我宗门内门弟子。小子，你可知罪？这么说，没得谈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废话真多。好一个神识攻击，如此年纪便有这等神识造诣，你身上果然有大秘密。杀了你，你的一切都将是本座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的肉身！老狗，你的眼睛确实不错，可惜马上就不是你的了。故技重施。丁，成功斩杀涅槃境一重天阳宗长老赤焰真人，恭喜宿主获得稀有天赋纯阳圣瞳。刚才动静闹得太大了，尤其是寒月山那道气息，甚至超过了赤焰真人，必须马上走。那个老头的头也不能塌了。好霸道的权力，好纯粹的刀意。动静太大了，整个宁安府的涅槃境恐怕都被惊动。这天阳宗的赤焰绫罗火，
而且还有一股品质远在其上的纯阳之火，老夫闻所未闻。另一人是谁？敢对天阳宗长老动手？气息驳杂，但此人手段极多，肉身、刀法、神识攻击样样惊人。或许与3日后将要开启的大尊墓有关。公主，您的意思是，传说中那座3000前坐化于云州之南的玄天大尊留下的陵墓真要出事了？天地气机已异动，星轨偏离，龙脉躁动，最多3日，幕府入口便会于云州南部藏龙谷现世。天阳宗想必是提前得到了某些风声，想在幕府开启前清场独占生机。这赤焰真人不过是他们派来探路的一颗棋子，只可惜他们似乎没算到这云州地界还藏着一条更狠的过江龙。大尊境，举手投足便可撕裂虚空，法则凝练为实体法相，寿元8000载。这样一位强者的幕府里面会有什么？每一样都足以让整个大武皇朝所有势力为之疯狂。不止如此，最近1个月，我镇摩司设在边境的暗桩接连传来消息，云州境内出现了许多陌生面孔。这些人服饰各异，气息强大，所修功法也与我大武皇朝主流体系截然不同。他们行事极为低调，若非我们盯得紧，根本难以察觉。据查，那些人中不乏有涅槃境，甚至可能有通天境强者带队。他们的来历似乎指向了大武皇朝之外的那些不朽圣地与无上神桃。什么？大武皇朝虽然在云州地域算一方霸主，可放眼整个大陆，却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传说在无尽疆域之外，存在传承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古老势力，那里通天境遍地走，封王度才算一方高手，甚至有称皇做祖，大能坐镇。大武皇朝明面上最强的，似乎也只是那位坐镇京城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皇室老祖一位通天境存在。这等实力，在那些庞然大物面前，根本不够看。这些人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卡在大尊墓即将开启时候来，目的不言而喻。与这些人争抢机缘，怕是……此事已非一家一派所能应对，传我谕令，立刻召集大武皇朝7大宗门，3日后与我寒宣宫共商对策。另外，还请副堂主代为通表皇室，此事需陛下亲自定夺。理应如此。短短一条主街，化龙境气息不下5倍。街道尽头那座酒楼2楼有一道气息晦涩如深渊，远超赤焰真人，涅槃境甚至更强。而且这些人的功法气息，与我认知到大武皇朝任何一个宗门都对不上脚。看来这宁安府，乃至整个大武皇朝，真要变天了。这是纯阳之气，如此精纯，如此霸道，这分明是万年难遇的九阳神体，而且已经修至化龙境，气血如烘炉，神魂凝练如金石。可惜了，这等天骄若是生在圣地神朝，有无上资源供养，未来问鼎大地亦非虚寒。只可惜你生在了这里，何该沦为我炼制那枚九转金丹的主药？走。楚兄，你回来了，你还不知道出大事了。据说3000年前坐化在云州南部藏龙谷的玄天大尊，其陵墓即将现世了。消息不知怎个大武漏了出去，乃及皇朝之外的那些不朽圣地、无上神操都派了人过来，想分一杯羹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陌生面孔，10有89都是那些域外之人。三皇子只是一个皇子，就敢把主意打到妹妹身上。如今来了这么多比萧成元强大100倍、背景深厚1000倍的过江龙，若是他们之中有人发现了楚瑶身怀太阴圣体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韩沈公虽然承诺庇护楚瑶，可面对那些真正的不朽圣地，一个连通天境老祖坐镇都只是传闻的宗门，又能有多大的分量？不行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。从朱雀手中得到的妖魔分布图，加上镇魔司的高额悬赏，足够在大尊墓彻底开启之前，让实力再上一个台阶。
乌龙。不够。系统，提升龙象焚玉经。丁，消耗65700天修为，龙象焚玉经提升至第36重。真龙精血，京城镇魔司天牢第9层，传闻关押着一头真龙。去京城，跟自投罗网没什么区别。对啊，紫嫣。进度还是3.7%，一丝都没增长。难道在系统空间里，时间是静止的？这里容易被发现，我得去深处看看。要不要放出开看一看？万一这女人在里面被憋死了，血脉共生印还在，自己岂不是要跟着倒霉？可用修为没有减少，被吸走的是实打实处在丹土里的真元，最多半个时辰就会被彻底炸开。不行了，抽死我了！丁，检测到目标具备完整生命活性，系统空间无法储存活物。无法存储？之前不是存的好好的吗？之前是你把本座放在什么宝贝里面了？竟然能让本座完全感知不到时间流逝，害得本座差点就在那片虚无里彻底惊灭了。那是我偶然得到的一门神通，可以将生命体暂时封印。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，只是看你当时情况危急才……况且，当时长老叛变。很好，等本座处理完手头的事，再回去找他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哼。那个女王陛下，既然你已经成功了，那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？我身上这个印记，你这脑袋瓜子在想些什么？你这么好一个夫君，本座怎么舍得放弃呢？再说了，此印关乎本座贞洁，一生只能施展一次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给本座留着吧。这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本座刚完成蜕变，境界还不稳固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好好照顾本座，等本座醒来，大大有赏。行吧。系统，提升灭神一念。丁，消耗181天修为，灭神一念变成至圆满。原来系统里的可用修为不仅可以用来提升功法武技，还能当成最顶级蓝药，瞬间补满真元。大孙墓那里面可是有数不清的经验宝宝在等着自己啊！大尊，所有人出发，目标藏龙谷。这空间壁障古老的禁制，这禁制不看修为，只看瞬间爆发的力量，力量不够，连门都进不去。
真是原始的筛选方式。一群土鸡瓦狗，也妄图染指大尊传承。一群为了骨头争抢的狗，而我是猎人。幻象足以以假乱真，但杀机已至。丁，成功斩杀4名化龙境5重魔道修士，奖励9300天修为。镇魔司怎会诞生如此妖孽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角落里或许就藏着一条能颠覆乾坤的真龙。我们是不是见过？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想把我炼成丹药的恶心眼神看着我？这位兄台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今日在这大尊墓中才是你我第一次见面。至于你说的什么眼识，是你看错了。在下姚无双，生平最敬佩的便是兄台这帮气血鼎盛的体修强者，一时好奇多看了2眼，若有冒犯，还请。你的花言巧语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今日我便要你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姚兄息怒，此等蛮夷之辈不值得你亲自动手，脏了你的手。本人天玄圣地活命戒魂，现在给姚兄磕100个响头，然后自费修为，我可做主，留你一个全尸。就你，也配让我下跪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大胆狂徒！我要杀了你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那是天玄圣地的灵剑子，东荒天骄榜上排名第97位的星河剑灵剑子，97，怎么可能被人用2个手指破了杀招？就这实力，也升上那个什么狗屁天霄榜，该不会是花钱刷的榜吧？数字狂悖！你这蛮夷之地的土著，懂什么叫天骄榜的进阶量吗？你该死！是剑道王体，灵剑子动用他的体质本源了。真是吵闹啊！丁，成功斩杀天玄定文帝化龙境8重，奖励13000修为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朋友，何必把事做得这么绝？灵剑子之死是他咎由自取，与你我无关。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，不如……楚宁，人数已足，射炼开启。屏蔽神识，这地方有点意思。这不是失联，是一场阳补。不过，
这种规则我很喜欢。楚宁，楚宁，我警告你，我乃大武皇朝三皇子，我母妃是柳贵妃，我外祖是云州总兵。你若敢动我一根汗毛，天上地下都将没有你的容身之所。在这里，我杀了你，谁知道？楚宁，楚大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觊觎你妹妹，我不该派福伯去杀你，都是我的错，饶我一命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晚了，你的命我要。丁，成功斩杀大武皇朝三皇子，身负国运，奖励特殊物品黄道气运。黄道气运，天地与王朝兴衰，可增益自身气运，妙用无穷。不是。你给我吐出来！放肆！区区一缕无主气运，本座吃了便吃了，你待怎地？那是我杀怪豹的装备战利品，你这是……此物与本座有用，日后自会补偿于你。再者，你我身负血脉共生印，按人族说法，本座也算你名义上的妻。夫君之物，与我何异？我可去你的夫君！行了，别一副死了爹娘的表情。这黄道气运给你，你也拿不稳。有何拿不稳？炼化了便是我的。愚蠢！你以为黄道气运是什么？此乃一国之本，与王朝龙脉、皇室血统息息相关。你一个外人沾了这东西，只要遇到大武皇朝嫡系血脉，尤其是那些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，想藏都藏不住。他们只需神识一扫，便知你杀了皇室子弟。麻烦，大武皇是最强的，不就是那个从未露过面的通天境老祖吗？待我突破涅槃乃至通天，整个皇室都得在我面前跪下唱征服。通天境，呵呵，看来你们人族还真是擅长自欺欺人。谁告诉你大武皇朝最强者只是通天境？什么意思？你可知2年前覆灭大周的那场妖灾，为何没有顺势也将邻国大武覆灭？当年大周皇朝最强者，便是那位通天境3重老祖，对吗？那本座告诉你，大武皇朝能在妖灾中安然无恙，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，而是因为在大周皇都被攻陷那一夜，大武皇宫深处有一道气息苏醒了。那道气息让原本准备对大武动手的数位妖王都选择了偃旗剔骨，退回无尽妖域。那是什么境界？称皇境。称皇境掌控自身法则领域，领域之内我为神明，寿元5000载，可建立不朽皇朝。亏我当初还想等突破通天境就去仙了皇宫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现在你还觉得那一缕黄道气运是香饽饽吗？东西你吃了，秘密也告诉我了，现在该谈谈补偿了吧？哦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我突破化龙境极境，需要一物真龙精血，等价交换，一缕黄道气运换你一滴真龙精血，不算亏吧？毕竟那可是让你这种沉睡中的龙都馋得流口水的东西。好，本座允了。丁，突破化龙境极境所需物篇精血选一集秦36万5000篇。啊，总算搞定了，多谢。哼，记得你欠本座一个人情。困了，本座要继续睡了，没事别叫我。这女王陛下还真是说睡就睡，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外人。经验宝宝，我来了。果然，这些没有血肉灵魂的东西，系统是不认的。
杀傀儡不得修为，杀人总是可以的。原来要1000积分才能解锁这个榜单，有本事的天骄倒是不少，其他人从头开始疯狂刷分，我大半时间都在寻找迷宫出路，只是顺手清理傀儡。榜单把所有人标签的明明白白，省了我不少功夫。想要快速爬升排名，从来不是埋头猎杀傀儡。姚少主，这300积分您收好。九阳神体乃是完美人形大妖，能助我担当巫婆，绝不能让他逃走，此乃上天赐予我的机缘。我姚无双还有一桩私事，想劳烦诸位搭把手。姚少主在此人名为楚宁，大殿之上当众出言羞辱我，折损丹鼎圣地颜面，竟有这般狂徒，胆敢冒犯姚少主，区区大武皇朝土著，简直不知天高地厚。少主放心，但凡撞见此人，我必亲手拿下，为您出气。诸位好意我心里，谁若寻到楚宁，废掉修为，活捉至我面前，我以丹鼎这等之名圣阶下品丹药，若能斩杀楚宁，待手提回来，不仅赠予地阶极品丹药，我姚无双还欠你一份天大的人情。这位兄弟，独自闯荡迷宫太过凶险，你孤身一人，不如与我们王家结伴同行，彼此也好相互照应。不必，小子，给你脸面你不要，我王家好心交约你，反倒不识抬举，看来是活腻了。别跟他废话，把储物戒全部积分交出来，我们尚可留你一具全尸。动手！击破上顶宫修士3800天。丁，击破化龙境2重修士，奖励修为2700。你前辈饶命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是我该死，求前辈看在荒古王家的份上，当家保住此试炼，饶恕你。王家？没错，你若杀我，王腾大人定会许你报仇，牵连你的家人宗门，不死不休。是吗？那就让他们尽管来。丁，宿主斩杀威胁至亲之人，触发特殊奖励，获得天阶上品武技大荒求天掌，总积分增加4800点，共3式，一胜平凶完美契合，可叠加爆发。很好，又多一张底牌。好，很好。在这东荒边陲之地，竟有人敢动我王家的人。楚宁，你最好祈祷不要我先找到。系统提升大晃求天掌。丁，是否消耗32000天修为，将大晃求天掌提升至登峰造极境界？是。系统提升灭神一念。丁，是否消耗5800天修为，将灭神一念从圆满提升至登峰造极境界？提升。妈的，这破地方傀儡太硬了，积分还不够分的。等找到那个叫楚宁的小子，姚师兄许诺的圣阶丹药到手，什么都值了。说得对，一个下等皇朝土著也敢得罪姚师兄，等抓到他，非得先打断2条腿。小子，你就是楚宁吧？我们可找你找的好苦啊！识相的自断经脉，跟我们见姚师哥领罪，否则，出来吧，老狗，躲在后面不嫌丢人吗？刘老，闭嘴蠢货！你想死别拉上老夫！前辈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老夫这就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楚前辈饶命，老夫有眼不识泰山，再也不敢了。丁，斩杀化龙境6重修士，奖励5300天。丁，
斩杀化龙境5重修士，奖励4800天。前辈饶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为奴为徒，终生侍奉前辈。老狗，上次在溪谷，你楚爷爷就说过，再见之时必取你狗命。丁，宿主斩杀涅槃境1重修士刘玄风，获得天阶上品神兵斩龙台。